古人预测2024年3人分饼7屠8诛是什么意思？造码头预言中2024到底是个什么年呢？又真的可信吗？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有一说一，古人流传下了很多关于占卜年运的方法，其中造码头在一众方法中显得格外引人注意。原因很简单，它可不是一本普通的占卜文献，而是有点聚集了我国古人智慧的存在。一般来说，造码头的组成非常繁杂，映入眼帘的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年历表。年历表上不仅有农历的日子，还有节气、农事这类重要的信息。农事这一部分又是通过干支纪年推算出来的。相传古人就是通过这一方法预测出来年的农业收成和一些重要的节点，以此来帮助自己更好的进行农业活动的生产。除开年历表这一部分，造码头上还会出现财神、灶神这些民间传统的神，这些神的存在就是为了供古人祭祀的。因此严格来说，人们想要根据造码头来推算明年的运势，具体还得看这个年历表。那么如何通过这个年历表来推算一年的运势呢？最关键的还在于这个天干地支法。天干主要有10个，地支呢则是12个，以此循环组合可以变换出60个不同的名称来纪年。像2024年就是甲与辰的组合，因而是甲辰年。对于一般人来说，对天干地支的认识可能仅限于此了。实际上，天干地支法还能应用在月份、日期上，比如说明年正月就是寅月，2月份就是卯月，其余月份以此类推下去就可以了。既然年份、月份都是如此，那么日期其实也是以相同的方式推算出来的。当然，开始日期就是农历新年的第一天，而不是公历的第一天。于是2024年农历的第一天是辰日，而辰对应的又是龙，因此这一天又被称为一龙治水。正月初3那天遇上的是丙午，午对应的是马，因而又被称作三马驮鼓。此外，由于这个丙午的丙跟丙是谐音，所以这一天又可以被称为是3人分丙。从这里其实就可以看出，古人对于重要节日的推算还是很有一套的。以此方式类推下去，像大年初8这一天就是著名的辛亥日，而在地支中亥对应的是猪这一个动物，因而这一天又被称为8诛。与前一天初7相比，那么这2天就可以合称为7屠8诛。名称倒是可以通过天干地支的循环给推算出来，可问题在于这些名称到底蕴含了什么意味呢？2024青龙甲辰年到底会发生什么？推背图与造码头预言不谋而合，正月初1便是一龙治水，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天干地支算起，2024年是甲辰年，在五行中甲属木，表征为青色，因此整个2024年又可被称为青龙年。古人对青龙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期待，譬如推背图就有言，黑兔与青龙相遇，不可言说的地方有很多。这也是说，整个2024年会出现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当然，推背图只是一个比较宏观的预测，而在这个造码头中就更为明确了。关于甲辰年，造码头首先声称这是一龙治水。所谓的一龙，其实就是从正月初1那一天看一整年的运势。一般来说，这一天出现的龙越多越好，原因很简单，初1这一天需要治水，龙多方能治水，龙少就无法压得住汹涌的水势。如果是5条龙或者是6条龙的话，就可以保证未来一年基本是风调雨顺了。换言之，一龙就显得些许单薄了，显然治不住汹涌的水势。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整个2024年既有可能是旱涝不均，既有洪涝的倾向，也有大旱的可能。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古代，一年的旱涝状况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危及存亡。与此相关的就是食牛耕田了。有种地经验的人都知道，一头牛能耕种的田地就已经很多了。这也是说，如果一块田地需要10头牛来耕种，那么这块田地肯定就是非常难耕种了。难耕种的情况莫过于2种，一种是土地陷入了干旱的状态，另一种则是洪涝的状态。既然田地都难耕种了，那么收成肯定也会相应的减少，于是就出现了三马驮鼓的说法。简单来说，如果田里的收成只需要3匹马就能驮完，那么可以说这一年的收成肯定不如人意。换在古代，那肯定连纳税的级别都没有达到，全家人可能得长期的处于不饱腹的那种状态。既然食物都不多，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有9人分3饼的说法。
试想一下，一家人有9口，但是能吃的食物却只有3份，毫无疑问，这一家人中很有可能出现饿死人的状况。难道按照古人的算法，运势如此之差吗？其实也没有，毕竟还有7屠8猪这种说法，就意味着在猪肉的供应方面起码是正常的。除此之外，8日得薪虽然算不上多么大富大贵的说辞，但好歹基本意思是前期的付出能在后期得到些许的回报。这也是说，在古人的推测中，青龙年只要认真的生活，肯定也能有所收获。这样的预测似乎不是很振奋人心。好在古人预测年运的方法不止一种，枕中记对2024年的预测似乎要乐观一些。古书枕中记预言2024称甲辰烧吉庆，这难道是说2024年将是大吉大利的一年吗？恐怕没那么简单。枕中记在这之后还有几句话才真正值得我们警惕。书中到底说了什么呢？这本书假托了孔子和他弟子的名义，在其中以对话的形式展开了对未来的预测。关于2024年枕中记写道甲辰烧吉庆，这也是说他一开始就给2024年定下了一个稍微吉庆的好兆头，让人备受期待。然而在烧吉庆之后，跟随的却是半虚空多淹没这种说法。具体来说，就是这一年虽然挺吉庆的，但谷物的收成还是不够满，是处于半虚空的状态。而在整个春夏时分，又会常常出现洪涝灾害，秋冬又要面临干旱的风险。从这里可以看出，枕中记对这个青龙年的看法基本与造码头这些是一致的，但关键在于在枕中记中，孔子的弟子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具体来说，既然会出现这个水涝大旱的可能，那就做好提前干预的准备，没事修个水堤什么的来防御。由于粮食不足，可能会出现一些人吃不饱的情况，那么也没有关系，富有的人多付出些行动去关心这些穷人，大家一起度过危机就行。但总的来说，在古人的预测中，2024年是一个稍显吉庆的年头。从这一年开始，一切都在慢慢的好转中，因此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的度过了这一年，那么之后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其实看了这几种不同古籍的预测，我们不难发现，基本还是一个对自然规律的总结，而且是依据当时农业社会的特点，重点集中在对农事影响很大的自然天气上。直到现在，干旱与洪涝还是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但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对自然灾害的预测能力和应对能力又有所提升。就拿旱涝灾害这一方面来说，人类现在已经能够通过灌溉、大坝储水等方式调节了当年季度的降雨量等等。这也是说，当下的人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去平衡自然降水所带来的雨水不均问题的。除此之外，人类的粮食储备能力也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制度的优化在不断提升。说到这里，还是需要强调一下，古人对于2024年所做的预测只是基于当时的认知做出的推算，我们当故事听听即可。而且无论是预测也好，还是古人从中传递出的意思，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事在人为。只要我们努力做好当下，2024年必然会是光明且灿烂的。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